海玲听出来了，她欣喜地问：“你这是打算提前和方先生领证结婚，不先约约会，谈谈情再结婚？”当初凤晴是这样说的，说她要先和方瑶约约会，谈谈情，说说爱，体会到爱情的甜蜜滋味了，再结婚的。婚后感情再好，都不如婚前那般甜蜜。多少人婚前恩恩爱爱的，婚后渐渐就被生活的重担，被柴米油盐打败，磨灭了感情。凤晴说道：“我和他相伴了那么长时间，感情说得上深厚的。约会、谈情说爱，在婚后一样可以。看你妹妹海彤，她不就是走的先婚后爱的路线？如今她和战印的婚姻，谁敢她不幸福？我和方瑶好歹有感情，并非的闪婚。我相信婚后，我和方瑶也能过得很幸福，不会被生活磨灭我们的感情。经营婚姻也是一门技术活呀。”海玲又插了一块果肉吃，你决定就好。不管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，我都祝福你们。哎呀，我还没有准备好送你的新婚礼物呢。你们这么快领证的话，我只能俗气一点，送你2套珠宝当新婚贺礼了。等到办婚礼时，我就随个份子钱。凤晴笑：“你祝福我就很开心了。新婚贺礼随便送1、2样就行，不必太贵重。我看重的是你们的心意。办婚礼啊，我想打铁趁热，就在这2个月里挑个好日子办了。证都领了，婚礼就没有必要再拖。现在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适合办婚礼。春天过了是夏天，夏天太热，秋冬2季现在距离还远着呢。是的，没有必要再等下去，有好日子，就连婚礼一起办了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去领结婚证？我帮你们筹备一下婚礼。”凤晴说你是我的小辈，哪有让小辈帮长辈筹备婚礼的？我小辈怎么了？我年纪比你大，又是过来人，而且我是凤家的家主了，我帮我的族人筹办婚礼有什么不妥？凤晴顺着他：“好，没有什么不妥的。你那么忙，我是不想你累着，我自己的事我能处理好，你呀就等着随份子钱好了。”凤晴想到自己长辈太少，亲爸虽活着，她却不想请亲爸帮她筹备婚礼，那老头子准会搞破坏。管城的商太太倒是可以，那是她的表姐，但他妈害死了大姨，表姐不会原谅他妈。虽然不会迁恨于她，但2个人是不可能像其他表姐妹那样亲近的了。她结婚，表姐都不知道愿不愿意过来喝杯喜酒呢。这条路是她选择并且毫不动摇的，不管如何她还会走下去。婚礼就不大办了，只请几个熟悉的，愿意与她来往的，吃1顿喝2杯算了。没事，我能腾出时间帮你的忙的。再说了，你们挑的好日子也不会是10天半个月后，肯定要留1、2个月的时间来筹备的呀。你不要想着就请2个人吃1顿饭了事，方先生不会委屈你的，肯定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你也不用担心没有客人参加你的婚礼，只要我和乔涵都参加你的婚礼，他们自然就会过来了。凤晴待人接物比凤家主好太多，在江城商界的人缘其实不差的。刚才方先生匆匆的出去，是为了求婚做准备吧？凤晴脸微红，我哪知道，他又没有说他去做什么，我更不是他肚里的蛔虫。海玲笑，没有再问下去。他在医院待了1个多小时才离开。当晚忙完后，海玲就打电话给商太太。商太太很快接听了他的电话。海玲，怎么了？商太太在电话里关心地问。你在江城还好吗？一切都顺利吧？下个月到清明了，清明我们过去拜祭一下我爸妈他们。大姨，我很好，一切都很顺利，有凤晴和东明指点我是信心十足的了。商太太放下心来，大姨相信你一定能行的。大姨，我想跟你说一下凤晴的私事。提到凤晴，商太太就不说话了，等着海玲说下去。凤晴出院后就会和方瑶去领结婚证，然后办婚礼，估计是清明过后才会办婚礼吧。大姨，我看她的意思，
是希望大姨能过来参加她的婚礼。她可以说没有什么可信的长辈及亲人了。海玲顿了顿后说道：“凤晴的妈是做了很多坏事，是我们的仇人，她已经死了。我们也算是帮外公外婆报了仇。事发时，凤晴还没有出生，她也不在凤家长大。凤家过去造孽的，她都不曾参与，也不知情，她是无辜的。她始终站在正义这一边，这个人还是不错的。”商太太等海玲说完后，沉默了片刻后，说道：“海玲，不是你结婚，你犯不着替她来请我喝喜酒。她若真有心请我喝喜酒，理应亲自送请柬上门请我。她请了我去不去就是我的问题，怪不得她了。”商太太也知道凤晴是无辜的，凤晴也是站在正义这一边，不管凤月做多少坏事，都与凤晴无关。凤晴回到凤家的这3年里，做人做事都算得上光明磊落。凤月知道阴谋要败露时，极力想送走凤晴的，但凤晴选择了大义灭亲，并没有逃离江城。凤月死后，凤晴又配合着，将凤氏集团以及凤家的一切都交接到海玲手里。商太太是恨着凤月，恨凤月害死她一家人，对凤晴却始终恨不起来，也无法迁怒于凤晴。她这样说，海玲就知道大姨是不恨凤晴的。大姨，费爷爷身体好吗？海玲错开了话题。商太太答道：“很好，吃得香，睡得香，天天守着我孙子，感觉他对生活又有了盼头。那就好，希望费爷爷活到120岁。”商太太不想讨论钟爷能活多少岁，只要钟爷活着的一天，她都会尽到一个小辈的责任，好好的照顾陪伴钟爷，让钟爷就算要归西了，也不会留下遗憾。大姨，很晚了，不打扰你休息，我挂电话了。退休后的商太太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。海玲敢说此刻大姨已经躺在床上的了，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别太累，凡事不着急，慢慢来。商太太叮嘱外甥女几句，海玲一一应了，才结束通话。一夜再无话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方瑶除了照顾凤晴，还在默默地准备着求婚。凤晴知道她在忙什么，装着不知道的样子，也不问她，由着她默默准备。转眼就到了凤晴出院的日子，海玲特意腾出时间与丈夫一起过来接凤晴出院。她还准备了一束花，方瑶也给凤晴买了一束花。海玲抱着花束进来后，看到凤晴已经抱着花束准备走人了，她笑：“这么快就办好了出院手续吗？”“刚办完，东西也收拾好了，可以出院。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去，再在医院住下去，我就要发霉了。”见海玲也买了花束过来，凤晴笑道：“我住院这段时间，这家病房都要变成花店了，天天都收到新鲜的花束，那些要枯萎的花束才让清洁阿姨清走了。”她只抱着方瑶今天送给她的花束，这是祝她身体好了，可以出院回家。“你今天出院吗？”海玲将花束递给凤晴，又朝方瑶点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陆东明在后面进来，凤晴说：“海玲，你挤时间过来接我出院，我就很开心了，怎么还麻烦陆总？”陆东明腿脚不便，就算有陆家的保镖跟着，也还是不方便的。海玲看一下丈夫，她说闲着没事做，就跟过来了。东西都收拾好了吧？那咱们走吧，以后都不要再来这里。好，以后都不来了。凤晴抱着2束花，开开心心的被大家簇拥着出院。在住院部门口遇到了她的3个嫂子，曾经的凤家少奶奶们，她们低调了很多，衣着都显得朴素，戴着墨镜和口罩，大概是不想被别人认出来吧。“阿晴，你今天出院吗？”看到小姑子被大家簇拥着出来，陈姐很是意外。“你要出院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好早点过来帮你收拾东西，接你回家。”凤晴笑了笑：“我也没有多少东西要收拾的，有他们就行了。嫂子们偶尔来看看她，来往并不密切。”她便没有告诉嫂子们，
你的伤都好了吗？看你脸色还是不好，应该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，好好养伤的。凤二少奶奶看着凤晴的脸色，说了凤晴几句。她又对方瑶说道：方先生，阿晴出院后也别让她做事，让她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多给她吃点补品，特别是补血的，阿晴受伤失血有点多。二少奶奶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大小姐的。郑一帆兄弟3个伤害了凤晴，不过他们的妻子对于他们的阴谋并不知情。当大嫂的倒是偷听到一点，提醒了凤晴。凤晴住院后，3位嫂子都来看她，也代替他们的丈夫向凤晴道歉。凤晴并没有迁怒3位嫂子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哥哥们要害她，就是哥哥的错，与嫂子们无关。3位少奶奶跟着一起走，凤晴现在还住在凤家大宅，一行人很自然地回到了凤家大宅，重新回到他们住了10几年的家。3位少奶奶都感慨万千，恍如隔世。嫁入凤家的时候，他们以为能在凤家大宅生活一辈子，也想过成为凤家大宅真正的当家人。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。婆婆死了，公公回了老家，他们与丈夫的感情也有了裂痕。老大甚至离了婚，3家人更是被逼着搬离了凤家大宅。从海玲接管凤家的一切开始，以后都与他们无关了。他们甚至都不愿意以凤家人自称，只希望余生能够安稳，平平淡淡的过。其实只要丈夫不作死，他们小家庭生活的还是很不错的。他们要作死呀，总是说不甘心，觉得不公平。这个世界上何来公平一说？不甘心又能如何？婆婆那么厉害，最后都要以死谢罪。他们的丈夫有几斤几两，他们还是清楚的。就凭他们兄弟3个能折腾出什么风浪？这不折腾来折腾去，将他们折腾进去了。公公也苦劝过他们，他们不听。这都是他们咎由自取，怨不得任何人了。感慨万千的3位少奶奶并没有在凤家大宅逗留太久，主要是面对海玲时，他们多少都有点尴尬。海玲对他们也是冷冷淡淡的，不怎么搭理他们。如今凤家大宅的主人是海玲，主人家都不想搭理他们，他们还在这里待着做什么？那是讨人厌。海玲让管家送3位少奶奶出去，等他们走后，海玲都觉得自在多了。她对凤晴说道：我对你3位嫂子没什么好感，你以后也用不着和他们打交道，没什么好感就不必来往。凤晴知道海玲是不喜欢她的3个嫂子，那是自然的，我不会勉强自己，不喜欢他们就不来往，也没有必要来往。你2嫂3嫂和你哥哥还没有离婚的，夫妻一体，他们才是一家人。海玲提醒凤晴，你也不要和他们来往的过于密切，现在他们看着是不愿你怪你，那是因为他们知道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的，难保他们心里恨你，找着机会对你下手呢。咱们害人之心没有，但防人之心一定要有。你跟他们过去的关系也不好，还有你那些侄儿女们，尽量减少来往，等你离开了这里，能不联系就不联系了。凤晴抿了抿嘴后说道：我知道，我跟他们是没有太多感情。2个男人呢？方瑶和陆东明都不在厅里。海玲答道：去做饭了。凤晴说道：让方瑶做饭就可以，怎么还让陆总进去？陆总不方便。海玲笑：没事，在厨房那片小天地里，东明还是可以自由行走的，他每天都还在做复健，每天都在进步，相信很快陆东明就可以恢复如常，像正常人那样走路。他也着急站起来，着急成为他的依靠，给他遮风挡雨。平时在家里，很多时候也是他亲自下厨。他说他厨艺不太好，要好好练练，我觉得他做饭好吃呀。凤晴笑：有情吃什么都觉得好吃。海玲起身去厨房看了看，然后走回到凤晴的身边坐下，小声问他：方瑶准备向你求婚，就没有透露一点。他没有说向我求婚，
我们俩准备后天就去领证，都要领证结婚了，求不求婚无所谓，我不在乎那些，反正他这辈子都是我的人。海玲想说什么，管家进来了，两人的谈话停止。家主大小姐，外面来了个年轻的女人，说是家主的助理，要见一见家主，报道一下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凤晴说道：你的全能助理总算到了，不是怎么是女的？海玲吩咐管家出去带人进来，等管家出去后，她说道：应该没有规定助理一定是男的吧？也有女的吧？听狒狒谈及基地的事，他老人家说也有女的，不过女的很少很少，因为训练的难度非常大，咱们女人又容易情绪化、感性一点。进入基地的女孩子有真正能考核合格，被安排到家主身边的女性助理几乎为零。凤晴点点头，因为好奇，她也问过方瑶，方瑶好像也是这样说的，不过训练的细节，不管怎么问，方瑶都不会说。她说不能将训练的内容泄露出去，哪怕是家主问起来，他们都要保密，不允许说出去。这种特殊的女助理特别少，两个人便挺期待新来的助理能考核合格并被安排出来，正式成为家主身边的助理的人，优秀程度不会比方瑶差的。很快，管家带着一名穿着紧身黑衣的女人进来，她没有留长发，是短发，像男人那样的平头短发，身高目测在1.7米以上，身材苗条，标准的模特身材，相貌平平，眼神深沉，走路时步伐很快，从她身上能看到一股精明干练。她面无表情地跟着管家进来，走到了海玲两人跟前。家主，她看着海玲刚刚还是面无表情的脸上有了对海玲的恭敬。海玲有点意外，你已经知道我是谁？她恭敬地答道。出岛时拿到了家主的相片，考核合格就排队等着安排，往往只有换家主时，他们才有机会上岗，或者是家主想安排一个助理到接班人的身边，像他的师兄方瑶就是提前上岗的。原本这一次出岛的人该是方瑶，但上任家主提前给接班人申请了助理，方瑶就提前上岗了，然后这一次便轮到了他。女子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一只折叠起来的信封，她将信封恭敬地递到海玲的面前，恭敬地对海玲说道：家主，这是我的上岗简历。海玲接过了那只信封，铺展开，再撕开封口，从信封里面拿出了一张纸，那张纸上面写着助理从入岛到现在出岛所有的训练考核结果。眼前这名新助理无姓无名，又长相平平，没有美貌可言。他入岛后，便有基地的总负责人给他起了个代号无言，今年30岁。他是3岁入岛的，在岛上待了27年。看完了无言的简历后，海玲将他的简历递给凤晴，凤晴却不接。他说道：海玲，我都不是接班人了，他又是你的助理，你知道他的经历就行，我就不看了。他看过了方瑶的简历，方瑶是他的人吗？凤晴不想看，海玲便将无言的简历折叠好，塞回了信封，然后将信封放在茶几上，请无言坐下。无言不坐，他说道：家主，我过来报道后，要去收拾一下我的住处，家主没有吩咐的时候，我是不用跟在家主身边的。简历上有他的联系电话，家主有事吩咐他去做，按简历上的电话打给他就行。你住在哪里？无言恭敬地答道：方师兄住的地方，便是我住的地方，我们一般都是住在那里，离凤家大宅最近。当然了，他们不想住助理的宅子，也可以自己买房子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管他们是住助理的宅子还是买房子，住处不能离凤家大宅太远，毕竟他们的职责是全能助理，有时候也担起保护家主的责任，离得太远难以保护家主。无言除了去收拾自己的住处，还需要联系他的所有人脉，为以后向海玲效命所用。他们接受的训练是有这一点的，给他们出岛积累各种经验。
培养自己的人脉，然后再由负责人对他们进行考核。若是有人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，背叛家主的话，就会遭到全岛的追杀。不论他们逃到天涯海角，都会被找到并接受背叛的惩罚。其实还有他们在岛上都被用特殊方法控制住的。一旦他们不忠于家主，背叛了家主，哪怕他们逃离了，到最后也会死得很难看。海灵说道：“你方师兄在里面做饭，不着急回去，你也留下来吃饭，吃过饭了，再让你方师兄带你过去收拾一下住处吧。”无言没有拒绝，恭敬的道谢：“家主，我进去帮忙做饭。”无言是以海灵为中心的，不管海灵让他做什么，他都会照做，所以海灵留他下来吃饭，他便没有拒绝。家主叫他往东，他不会往西，被灌输了27年的忠于家主思想。无言在前来见海灵，正式报道就是海灵的人了。用方瑶对凤晴说的话，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很快厨房里传来了方瑶颇为惊讶的声音：“无言，来的是你啊？方师兄，好久不见。”无言对方瑶的态度都是冷漠的。方瑶笑了笑，是好久不见。他暂停手上的事情，向无言伸出了右手，与无言握了握手，说道：“欢迎你过来接替我的工作。他家大小姐可以卸下凤家的责任了，以后凤家的一切交给海灵去管了，这是他们凤家长女的宿命。”方瑶又向陆东明介绍无言：“陆总，这位无言是我师妹，过来接替我的位置及工作的。”他又对无言说道：“这位陆总是家主的丈夫，管城陆家的四少爷。”无言对陆东明的态度只能说是礼貌，没有面对海灵时的恭敬。可能是知道凤家主的丈夫都要上门吧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凤家主的丈夫其实就是一个让家主怀孕生女的生育工具。陆东明看到海灵的助理是女的，悬在心里头的一块石头放落。他知道凤家家主的全能助理非常的优秀，总担心海灵的助理会是个像方瑶这般年轻又厉害的男人，担心海灵的助理把自己比了下去。还好海灵的助理是个女人。方瑶等人做好了饭，一行人用过饭后，海灵要回公司，便和陆东明一起离开了凤家大宅。无言则去了他的住处收拾一下。大宅里只有凤晴和方瑶了。方瑶接到一通电话后，对凤晴说道：“大小姐，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。”凤晴让她去忙自己的事，不用陪她了。等方瑶走后，凤晴在院子里闲逛了半个小时，回屋里休息。晚上，她接到了方瑶的电话：“大小姐，我在1楼的大厅，想请大小姐出去吃饭，大小姐赏脸不？”凤晴偏头看一下外面的天色，发现天色已暗，她这一睡竟然睡到了晚上。现在几点了？7点，我在丰泽大酒店订好了厢房，点好了菜，我们过去便可以吃饭了，不用等候。方瑶都安排好了。凤晴哦了一声：“好，你等我10分钟。”说着，她挂了电话。10分钟后，凤晴换了一身衣服下楼。方瑶在楼梯口等她，含笑看着她走下楼来。“怎么今晚要出去吃饭？”方瑶伸出右手，凤晴将手放到她的掌心，她握住她的手，等她走下最后一级台阶，很自然的就挽着她的手臂了。两个人往外走，方瑶才答道：“就想带你出去吃，吃完了再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。”凤晴笑：“什么惊喜？这般的神神秘秘？”“是惊喜，现在肯定不能告诉你，你提前知道就不是惊喜了。”凤晴偏头看他，多少都猜到他这几天在忙什么。“好，那我不问了，等着一会儿你告诉我。”出了屋，冷风吹来，凤晴缩了缩。方瑶立即环搂着他的肩膀，说他怎么不多穿衣服啊？我不冷，就是待在暖气房里，冷不丁吹来一股冷风，才会觉得特别的冷。他的衣服很保暖，这2天感觉特别冷。都3月底了，快4月份。走到车子前，
方瑶先上前绅士一般帮他拉开了车门，等他上车后，他又探身入内帮他系安全带。凤晴失笑的道：我手臂上的伤好得七七八八的了，否则你们也不会同意我出院，没有残还能系安全带的。他照顾他照顾得太过于仔细，若是他肯，他恨不得抱着他走，不用他走路呢。方瑶上车后，他说道：说了，以后有我照顾你，我要是照顾得不好，海小姐会找我算账的。她私底下找过我，叮嘱我要照顾好你，要对你一心一意，别以为你背后无人了，说你背后还有他，还有管城那边的人，说你就算不是凤家的家主了，我既然跟了你，就要实现承诺，一辈子忠于你。凤晴心里满是感动，她知道大家对她多少都有着关心的，就算没有她的叮嘱，我也会照顾好你。你就是我的命，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命的。她爱她如命。开了车，车上的暖气也开了。她说道：今天有些地方都下雪了，没什么稀奇的，在我们北方，过了年还会冷，还会下雪。凤晴扭头看一下车后座，没有看到有任何东西，心里猜测方瑶不是准备向她求婚吗？什么礼物都没看到的。想到今天才出院，说好了后天再去领结婚证，他说不定明天再向她求婚呢。在海玲面前，凤晴说都要领证了，方瑶求不求婚无所谓，内心里还是盼着方瑶可以向她求婚，别人有的她也想要。不久后到了丰泽大酒店，两个人进酒店时，在门口遇到了乔涵。乔涵目前已经是战家的三少奶奶，依旧是乔氏集团的当家总裁。她也没有穿女装，还和以前那样，一头短发，一身黑色的西装，比她老公还要帅气。凤晴，乔涵先开口问好，你伤好出院了？今天刚出院的。乔总督蜜月归来了。凤晴含笑问道，看到战浩宇从酒店里走出来，应该是追他家老婆大人。乔涵嗯了一声，回来3天了，太忙，还没有挤到时间去看看你，想着再过2天处理完堆积的工作，就去医院看看你的。我没事，乔董和阿姨去看过我好几次，劳你记挂了。你们俩来吃饭是吧？定了位置吗？我叫浩宇帮你们安排包间。乔涵看了一下方瑶，扭头就要让自家男人给凤晴开个后门。现在是用餐时间，丰泽大酒店生意火爆。方瑶赶紧说道：乔总，不用了，我提前订好了包间，也点好了菜的，过来便能开吃，不用等。乔涵便没有让战浩宇帮凤晴安排包间，他对凤晴两人说道：凤晴，你们俩还没有吃饭的话，先去吃饭，我刚见完客户，已经吃过了，改天再聊。好。乔涵带着保镖和战浩宇一起离开，凤晴目送着小夫妻俩离开，对方瑶说道：乔总都结婚了，还是那么帅气。如今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乔家大少爷实际上是乔家大小姐，但是每次看到乔涵时，众人还是不由自主在心里叹一句：乔总真帅。直到乔涵的车子远去了，凤晴两人才进酒店去。方瑶下厨或者带凤晴出来吃，都是以凤晴的喜好为主，点的菜不多，道道都是凤晴爱吃的。以往两个人吃饭的速度很快，今晚方瑶似乎在刻意拖时间，吃得特别慢，像那些掉了牙的老太太似的。凤晴耐心地等着他吃饱喝足，他放下碗筷比他早了半个小时。方瑶收到了一条信息后，他才不紧不慢地放下了碗筷，对凤晴说道：大小姐，我吃饱了。凤晴似笑非笑的：方瑶，你这是拖时间，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？我迫不及待的想知道，好奇心都被他勾出来了。方瑶笑：不着急，给大小姐准备的惊喜还要晚一点才能放。凤晴，那我耐心的等待。数分钟后，外面出什么事了？好多人在围观，酒店里的客人还往外走，赶着去看热闹。
凤晴走出电梯，就发现了酒店里面的人都往外面走去，外面又站着很多人在围观。八卦心顿起，他拉起方瑶的手，拉着她快步走出去。真的好漂亮，是谁在这里摆下的一片花海？肯定是有人要借用酒店的场地用来求婚呀。没看到这片花海摆成的是心字形吗？不知道是谁这么大手笔，这么用心地布置了求婚现场。凤晴听到大家的议论后，忽然顿住脚步，方瑶却拉着她挤进了人群中。他安排的人见到两人后，赶紧示意大家让出一条路，让小情侣走到人前。大家反应过来，肯定是要求婚的小情侣来了。当大家看到是凤家的大小姐后，有点意外，又不觉得是意外。凤大小姐和她的助理走得特别近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他们俩是有男女之情的。听说凤家主在被逼着以死谢罪之前，就将他唯一的亲生女儿托付给方先生的了。方先生对凤大小姐忠心耿耿，又年轻，也算得上是个帅哥。与凤大小姐走到一起，那是郎才女貌，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知道凤家主身边的助理会一辈子忠于家主时，大家对凤晴更多的是羡慕。虽说凤晴现在不再接班，将凤氏的一切都还到上任家主的后代手里，但方瑶已经跟在他身边2年，就代表方瑶这辈子都是跟着凤晴的了。凤晴还不用担心他变心，他生是凤晴的人，死是凤晴的鬼了。2个人结婚的话，真的很般配，也绝对会很幸福。有个人将手里的那束火红玫瑰花递给方瑶，方瑶接过了那束玫瑰花，又掏出了他准备好的求婚钻戒，上前2步，转个身就在凤晴面前单膝跪下，将花束与钻戒一起递至凤晴的面前，深情款款地看着凤晴，深情地说道：凤晴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保证余生都爱你，宠你，护你一辈子。凤晴看着那片心字形的花海，方瑶忙了几天准备的求婚没有什么新鲜感，跟很多人的一样，就是一片花海，一束花当着众人的面向他求婚。虽说求婚现场布置的千篇一律，凤晴还是满心欢喜，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。被人奏在手心里的滋味真甜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答应他呀！哎呀，凤小姐，我都恨不得代替你答应了，你快答应他呀！围观的人认出他们的身份后，看到凤晴还没有接过花束，也没有回答，比方瑶还要着急，不停地催着凤晴答应。凤晴笑，一张脸红得像关公。她接过了那束花，大声应答：方瑶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嫁给你。这个答案早在心中知晓，方瑶还是笑咧了嘴。她从小锦盒里拿出了钻戒，直拉起凤晴的一只手，将钻戒套进凤晴的手指，人跟着站起来，猛地抱住了凤晴。凤晴赶紧举起那束花，笑着说道：小心点，会压坏这束花。方瑶抱着她转了几圈，围观的人响起了掌声。在众人的见证下，方瑶是求婚成功的了。凤晴被转的头都要晕了，方瑶才放下她。2个人深情相视，方瑶低头就吻上她的红唇。好幸福呀，好甜。我想起了年轻时我家老头子向我求婚的场景了。围观的人送上最真诚的祝福，也有羡慕，有些老人家还被勾起了美好的回忆。一吻之后，方瑶放开了凤晴，凤晴的脸更红，在方瑶的眼里，此刻她的大小姐是最美的，那含羞的样子她很少能看到，太美了，美得让她移不开眼。老是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凤晴小声说，她面上带着娇羞。方瑶再次俯下头来，贴到她的耳边，低声说道：大小姐，你好美，我被你迷得神魂颠倒。凤晴轻戳一下她的胸膛，还叫我大小姐呀？晴晴。方瑶低叫了一声，随即再次堵住她的唇。这一吻缠缠绵绵的，
直到凤晴快要喘不过气来，方瑶才松开她。凤晴靠在他的怀里，都不敢看大家了。当着众人的面，他亲了她2次，偷偷看一下大家，大家边鼓掌边笑，人人的脸上都是对他和方瑶的祝福。知足了，凤晴单手回搂着方瑶的腰肢，这辈子能有方瑶陪着她，她很幸福。好一会儿，方瑶松开了她，两人向大家道谢后，方瑶拉起凤晴的手，对凤晴说道：“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好。在大家的祝福目送下，方瑶带着凤晴走了。坐在副驾驶座上，抱着花束的凤晴，脸上的笑意就没有停止过。她感觉自己被幸福冲昏了头，迷迷糊糊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笑。好一会儿，凤晴才平复了激动的心情，看向方瑶。方瑶嘴角还噙着一抹笑。方瑶，我今晚很开心，很幸福，谢谢你给我一个求婚仪式。方瑶边开车边说道：“晴晴，我说过的，别人有的你也会有，你有的别人未必有。结婚这么大件事，他绝对不会委屈他。过段时间我们俩的婚礼，我也要办得轰动全城，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，绝不让你低调的嫁给我。嫁给他，方瑶都觉得委屈他了。他是个孤儿，父母的样子他都不记得了，而她却是凤家的千金小姐，差一点就成了凤家的家主了。她身份尊贵，哪怕她母亲已死，她也放弃了凤氏的一切，依旧比她好很多。她不嫌弃她的出身，愿意嫁给他，她才是天底下那个最幸福的人。凤晴也不用办得那么隆重，我们都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办那么大的婚礼，没有人前来参加婚礼，感觉很尴尬的。方瑶说道：“参加婚礼的宾客，你不用管，我不会让我们的婚礼冷场的。”凤晴想了想后说道：“那随你安排，我就什么都不管了，只等着当你最美丽的新娘。是了，海林跟我说，让我们选好了日子后，给我表姐送份请柬，她应该会过来参加咱们的婚礼。”